比特币 ETF 又要连续疯狂的流入吗？比特币接下来要突破前高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7月5号到现在7月15号以来的每一个工作天，比特币现货 ETF 都在流入，而且我们当中不乏可以看到呢，其中就有3天，它的流入量呢大约在3亿美金左右，单日就买了3亿美金的比特币，而且我们在这几天呢就发生了3天。那我们在7月12还有7月15这2天呢，它也是2天工作日连续2天工作日流入来到3亿美金，这个流入量呢其实是大约巅峰时期流入量的一半，它也绝对足以影响市场。那其实像我们前面的这种很小很小的流入啦，比如说11个 million 啊，73个 million 这种就还好。不过我们现在是连续的流入，而且这个流入量呢，它是足以影响市场的。那我们再滑到下方，这个图表呢，它可以显示比特币现货 ETF 一直以来累积流入了多少资金，单位一样是以100万美金作为单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的流入呢，它是有分阶段的，它是有分周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呢，第一次流入的时候是从1月底也就是通过之后，然后一直到3月下旬左右这段时间我们在流入。其实我们来对比一下比特币的图表吧，我们总共走了3波的流入潮，这里就是第一波，跟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 ETF 的流入，它绝对可以很直接的影响到比特币的价格、比特币的行情。我们从1月底不断的流入，然后一直到3月的下旬左右，然后暂停。我们当时的第一波流入潮呢，你可以看到这里走得非常的陡峭，它跟我们这段上涨的时间点呢完全是一致的。那我们后续呢又进行了第2波的流入当然中间它就比较还好了，就是流入的量呢跟流出的量差不多，在震荡。后面我们进行第2波流入的时候，我们大约是从5月2号、5月初，然后一直到6月初左右，所以大概涨了1个月。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图表吧。我们从5月初一直到6月初，其实大概就是涨了这一段大概就是涨了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第2波的流入。那我们现在我们正在开启第3波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净流入，而且是大量的流入，连续的流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图表，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自从7月5号之后一直到现在呢，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图表呢又开始变得陡峭了，而且创出了新高。那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图表也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反应。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这个仓位你可以拿去开主流的币种，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那如果有盈利的，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如果输了也没关系，你可以把你入金的钱一样原本的钱全部给提走。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在比较大周期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从月线，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在月线上呢，我们突破了我们之前一直无法站上去的阻力。其实很明确的，技术分析的第1堂课就是原本的阻力被突破之后会变成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在月线上呢，这个表现非常的明显。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6万左右的这个位置，6万左右的这个位置，它扮演着阻力的角色。那直到我们现在呢变成支撑。其实我们在这月收线的时候，它一度有可能它收成是收在下方的。不过现在呢，它完美的站回去了，收了很长的下影线，收成垂直线，这个是很看涨的信号，或者说表示我们在6万的支撑呢，它很强劲，它确实是很强劲。我们从大周期来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再切小一点级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走势，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把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还有我们上一次直播所说的这种状况呢，又更加的确定了。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我们现在非常有可能再走一个5浪，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走到了行情的确实是末尾，但是我们正准备开始这个5浪。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进攻浪就是135嘛然后24浪是回调浪、调整浪。那我们主攻浪呢，你可以看到，也就是你可以看我们从15000一直到3万的这种涨幅呢，它就是进攻浪。然后我们2浪呢回调没问题，那我们3浪再进行进攻，3浪就走得很夸张了。通常3浪是
最顺畅、最强劲、最快速就达成涨幅的一浪。你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出现了这种特征。然后我们4浪呢，基本上如果说缺口不回补，我就可以认为4浪的底部的末尾已经找到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开启5浪。你可能会说，现在行情已经走出去一段了，但其实我们以周线的浪形来分析的话，你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们最后这一浪真的走完了，我们真的有走出这一浪，那么现在绝对也在行情的初期。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这种走势的话，它就会比较好去做布局。你可以看到我们2浪它回调的时间呢，大概是150天左右。其实我们4浪的回调时间呢，大概120天。其实它的周期呢，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那我们再把级别再缩小一点点，我们从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昨天这根日线它收了 6.49%， 而且爆出巨大的量能。当然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开启我们刚所说的那种5浪的涨幅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连续的多头，而且放量，并且供应呢都非常非常的小，那这才是很好的上涨的起点。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真的就很有可能会回补缺口，那这样就会对多头就会非常的有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其实表现的还算是可以，你可以看到它多头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强劲而且我们的 K 线呢，随着时间它的长度越来越长，实体部分这个绝对是好现象。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日线上当然没问题，我们6万是底部的支撑，然后我们上方呢主力在7万2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间它就形成了震荡，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比较小级别的互换，比如说7万4，大概就是现在这个位置7万4、7万5，现在这个位置。它就有更小级别的形成互换，你可以看到在前面都有形成过效果的。然后我们再往上呢，就是到6万7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位置都有阻力、支撑阻力，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有产生过阻力、支撑等等的，它是有产生过互换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位置会比较重要一点。那我们可以再切小一点点级别，我们来切到4小时。其实4小时呢，我们来观察一下比如说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画一条下降趋势线。那这条下降趋势线呢，也在我们突破6万左右的时候，它也确认被突破了。其实下跌的过程，它一定会有下降趋势线。那如果说没有下降趋势线的话，那这波下跌它就不存在了，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从7万2到现在的下跌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视为它是已经消失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从4小时在前面它确实有一个比较看跌的这种楔形，不过就在我们突破楔形的上缘的时候呢，这个楔形它也可以完全宣告失效，并且这个量能呢突破的时候它是带有很大的量能的，然后 K 线也走得很连续。其实我们在突破趋势线的时候，它也是出现这种状况的，所以这个突破我认为就非常的可惜。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一波的回调现在也在底线真的是底线就只要这个地方可以被越过，那我们就可以说它这里肯定不是反弹肯定不是反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里下跌之后呢反弹到618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位置它可以被越过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明它真的是一波新的上涨，而不是针对我们前面下跌的回调，这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目前这波上涨，对不对？它的强度呢，其实是大过于我们当时从7万2下跌的强度的。我们当时下跌是缓跌嘛，可是我们这个上涨的这个强度，你可以看到3两下哇就拉得很高，那就表示它真的走势非常非常强劲。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会在7月18号，对，就是2天后的那个7月18号，我们就会上市，不是通过是上市以太坊现货 ETF。其实我们接下来有很多很多利多的，我可以先用口头稍微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7月18会有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不是通过然后我们9月会降息，现在降息的几率已经是100%了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CME Watch Tool 已经是100%，9月会降息，然后我们10月会有 FTX 的债权人收到160亿到180亿美金的现金
很有可能这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最终都是要流入到加密货币市场的。然后11月川普会当选，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接下来有非常非常多的利多。然后明年3月15号的时候呢，就会是 Solana 现货 ETF 的最终审批日期，也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宣布通过。那基本上川普当选，通过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现在的图表，以太坊呢，它的支撑没问题嘛，没有争议，就在2900这个地方，那也非常的坚实。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3200左右，3200左右，那这个位置我们也才刚突破，然后以太坊的话，当时其实也是这个趋势线，它也突破的是非常非常干脆。那现在其实如果我们真能开启一波下一段的上涨的话，我们现在绝对在趋势比较初期的位置，绝对是这样子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